各位朋友，鄭麗文妥協讓步了7800億軍購這個事兒，我看有很多的粉絲留言啊，我們想念蔡正元先生啊，如果蔡先生在外邊的話，那肯定這個台灣會媒體上會熱鬧得多，是吧？聽聽蔡先生的高論嘛，啊，人家蔡正元說的對吧？是不是？你統一那就沒有和平，和平就沒有統一，說得好。蔡正元先生的好友邱毅也說了啊，說蔡正元那個話的含金量是越來越高了。是蔡正元說的另外一個話，就是說國民党啊，這裡邊全都是桂美派、藍美人，指望國民黨能夠帶來兩岸和平，那你真是想瞎了心了。那位說这話批評的是誰？好吧，這個事情呢，邱毅先生說的呢，他給我們的解讀呢，讓人是可以說是茅塞頓開。他說一個觀點，他說这個鄭麗文呢也的確啊，這個國民黨內嘛，是他只能是這樣妥協了，要不然的話他就得下台，是吧？那鄭麗文是讓步了這個7800億，實際上呢，他是寄希望於習川會，就是川普在北京跪了，把這個台灣給交易了，也不賣給台灣武器了，所以這個7800億也就廢了。各位邱毅先生腦洞開得夠大的，是吧？我們一塊來聽聽。昨天下午，立法院3讀通過對美軍購的特別條例，他所通過的版本既不是民進黨堅持不能打折扣的 1.25 兆，也不是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信誓旦旦要堅持的3800億加 N， 他反而比較接近趙少康跟徐小新所提出的8000億，而最後的結果7800億跟8000億之間只差了200億。所以很多人在說，鄭麗文是不是向國民黨裡的親美勢力妥協了呢？鄭麗文是不是向趙少康服軟了呢？尤其在前幾天，鄭麗文宣稱他向韓國瑜負荊請罪，他又跟盧秀燕密談，會不會是這個負荊請罪以及密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覺得問題沒有這麼簡單。我的兄弟蔡正元曾經講過，兩岸的統一別寄望於國民黨。蔡正元為什麼這樣說？因為他太了解國民黨了。國民黨裡面親美的勢力盤根錯節，根深蒂固，他們左右着國民黨的決策。而這一次更證明了國民黨裡面親美勢力是如何的龐大，連作為口才辯捷、頭腦靈活的鄭麗文，身居國民黨的黨主席，恐怕都沒有辦法對抗這些醬缸文化裡面的親美勢力。這一次立法院3讀通過的7800億，到底代表什麼呢？民進黨當然很生氣，為什麼？因為他們貪污的空間沒有了，因為藍白合作把整個軍購預算裡面的偽制的部分以及商購的部分都給刪了，所以本來民進黨寄望的要分贓、要貪污、要造福綠油油，來幫助他們選舉還有斂財的這些軍購預算，現在都飛了，煮熟的鴨子飛了。可是就國民黨裡來說，理論上來講，
趙少康應該最高興了，因為最後的7800億非常的接近他所堅持的8000億了。那可是趙少康的反應又很耐人尋味，他反而炮轟鄭麗文，鄭麗文壓制了國民黨裡黨團立委的發言空間，國民黨已經變成一言堂。他甚至警告鄭麗文，你會令不出黨中央，還詛咒鄭麗文，詛咒國民黨，說在鄭麗文的領導之下，年底的選戰以及2028年的大選，國民黨會沒得玩了，國民黨輸了。趙少康到底在生什麼氣？而鄭麗文真的有妥協嗎？依照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傅崐萁對外的說明，他說所謂的7800億，它的內涵是什麼？它的內涵是包含第一波給了發價書，這一部分真正的金額不是3800億，只有3000億。那3000億跟7800億中間的差距4800億是怎麼來的呢？傅崐萁說，他必須等待的第二份發價書才能夠落實。如果第二份的發價書沒有來，那這一個4800億就等於鏡花水月沒有了，那最後落實的軍購金額就會回到3000億。這3000億當然比鄭麗文原來堅持的3800億還要來得更少。那至於為什麼會產生第二份發價書的一個玄機呢？就是因為5月15號有一場全球矚目非常關鍵的會，已經一再的提出來，美國要遵守當年對中國的承諾。承諾是什麼？就是1982年中美雙方所簽訂的817公報。817公報裡面明白的規範，不能超過1982年的水平，要逐年遞減，最後降低到0。可是現在的發展，尤其是川普成為美國的總統以後，軍售金額不斷的擴大，他完全違反了817公報。一旦回歸817公報，怎麼還會有第二份的發價書呢？那沒有第二份的發價書，它就不會有4800億的部分，所以最後所落實的軍購就會只有3000億。所以趙少康看懂了，他當然生氣，因為他沒有辦法向他背後的美國老爹、美國組織交代了，他的投名狀送不出去了。他美國方面寄望這一次能夠得寵，也成為了泡影了。而就鄭麗文而言，在整個軍購的特別條例裡面，藏有這樣的一個密碼，這樣的一個玄機，使得很多人以為鄭麗文已經向國民黨裡的親美勢力已經投降，已經服軟，已經屈服。其實鄭麗文是把很多的軍購的重點寄望到5月15號的最後的結論。也就是說，在5月15號之後，要對台獨表明反對的立場，也必須在軍售上面有所規範，而規範的原則就是回歸817公報裡面的白紙黑字。從這裡看起來，趙少康的生氣是有道理的，而鄭麗文也並沒有真的向國民黨裡面的這些親美勢力妥協。不過我的心裡還是覺得毛毛的。我想到了我兄弟蔡正元的那一番話，國民黨裡面親美勢力那真的叫根深蒂固，
真的叫盤根錯節。所以國民黨裡面的親美的氛圍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把它掃蕩的，也是蔡正元看了這幾十年之後得到的結論，不要把統一的目標寄望在國民黨的決策上。我非常的贊成，我覺得國民黨一定要走出醬缸，要走出他的信息繭房。而如果你國民黨真心謀求兩岸的統一，所謂的9·2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兩岸共謀統一。如果你真的如此想，那你就真心誠意的去做，也不要再想跟美國買武器，這都是不切實際的，這個都是痴心妄想的，這個都是反而給台灣人民帶來災難的。所以我們從昨天下午3讀通過的軍購的特別條例，跟他所推出的最後定案的版本裡面，我們看到了民進黨、國民黨跟民眾黨他們內心的真實的想法。我特別今天把它分析出來，提供大家作為參考。各位，你們覺得邱毅先生的這個推測靠譜嗎？反正是這是不是說完全不可能啊？就是川普把台灣徹底的這次以這個足夠的價錢賣掉，來挽救他自己在美國的這個政治危機，還是有可能的，但是這个可能性好像不太大吧？再說了，那你如果是鄭麗文這個7800億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習近平能夠把這個川普給壓服的情況下我覺得與其這麼說的話，那倒不如說實話實說，那鄭麗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玩不轉國民黨的這個100年大醬缸，這才是真正的原因吧。蔡正元先生說的話含金量越來越高，這個我是這個同意的，國民黨是指望不上的。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